来把新玩具荣造和微上品之前说的那套国风的机甲合体，现在的后2款终于出来了。直20武装直升机、05式登陆步战车，盒子外包装也和之前一样，透明窗户可以看到里边的内容物。不过我在拆箱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非常讨厌的点：直升机的尾翼，还有这些螺旋桨的部分，它是用热熔胶给你固定在吸塑里边的。抠下来的时候就抠不干净，就很讨厌，这上面会剩下一坨，这个得慢慢的往下一点一点的刮。其他的成员倒不会发现这样的配件粘在盒子里的现象，只有直升机会。来看它的载具形态吧，这一套为了达成合体啊，所以整个的比例来说其实不算协调，使用了真实的迷彩涂装，履带这里的刻画还算细致，下边这里有4个辅助轮，可以进行推车。还算丝滑吧。上面的炮台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，小加特林也可以上下抬动。在细小地方，这个材质还是比较有韧性的，并不容易弯折白痕。包括整个面板上面的刻画细节做的还是很精致的。前后左右的来转一圈看一下，完成度其实还是不错，包裹的还可以。就是底盘这里会暴露着人形，那变形也是很简单，先把这个炮塔摘掉，作为武器的部分。从中段抠开这块面板往上叠，这里的挂钩部分打开，脚后跟对折翻上来，前脚尖往前拉，腿部左右就可以翻开了。然后再打开这2块面板，露出膝盖的活动关节。上半个变形，抠起来这2块锁边的位置里边有插扣，整体的胳膊拉出来和前方这里的扣子拆松，小臂打直，顶盖这里向后翻折90度，这块面板贴过来，侧面这里的2块再往回包腰，最后2个肩胛通过双关节往外错一下。变形的过程还是非常简单流畅的，都是大块的移动，并且完成的效果看着还行吧。背包也是干干净净，腿部里边、背后这里也并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。全身的关节大部分也都用了齿轮，玩起来也是咯嘣咯嘣的。下半盘的活动，这里边的齿轮关节定位也非常多，左右接地，前脚掌。甚至头雕的造型刻画也不错，胸甲这里的涂装细节。对于几十块钱的国产玩具来说，变形结构简单流畅，整体的用料、做工材质也都说得过去，美型度甚至还不错，2个形态的完成效果也是非常高的。最关键，它还是合体的一部分，也是给这一套产品增加了更多的可玩性。我们再来看直升飞机，下边这里的起落架轮子都是可以滚动的，整体的包裹效果非常的不错啊，圆润的弧度过渡出来的感觉很好。肚子下方这里会露着一个胸甲以及脑袋暴露的空槽，其他的位置都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上方这里的螺旋桨转动的也是非常溜的。其实仔细看，螺旋桨的叶片还是有一定的斜度，所以如果风的面积够大，风力够强，这一块也是可以随着风力去运作的。后边的这一块转的也是非常溜的。不过这一款的变形过程就需要拆一些零件了。首先把这块的尾翼拔下来，5个叶片随便拔一根。其实这5根都可以拔下来作为刀近战的冷兵器使用，但是为了造型对称啊，我们就只拔中间的一根。翻开侧面这里的2块盖板，尾部这里左右劈开，下拉肩关节，后边的这一段连接的地方整体的往起翻，一个 Z 字折叠贴过来。接着将尾部一分为2，打平。此时中间出现的工字插槽，就可以把这块面板卡进去了。腿部的变形，先把裙甲下方这里插着的扣子打开，下方这里的机头左右分开，抠开这里的2块盖板，腿部连接上方这里的插扣，整个的拉出来一个大的 Z 字折叠，贴合和前方这里的插扣进行固定结合。腿部就左右可以分开了，肩膀里边的滑槽左右拉长，小拳头顺着后方90度翻折出来，
最后顺着腰部旋转180度，裙甲归位。后边的背包有一个滑道往里贴合。那么这款直20简简单单变形完成，整体的身形来说也是非常漂亮的。但是巨大的尾翼展开之后和螺旋桨让这个背包的张力非常的强，也是一个非常占地方的人形摆放。唯一不好的是武器在手上握持的时候不是太紧啊，4指张开的手型对于这个剑柄的握持还是有一些松的。巨大的肩甲圆弧的过渡非常漂亮，头雕的样式像极了飞行员的头盔，整个的胸板曲线造型弧度也很不错。不过脚部前后张开以后会显得脚掌下方这里有点空。翻到背后，虽然这个背包展开以后造型非常的夸张，但是偷胶的地方也是非常明显的。不过好在里边有一些花纹的刻画。当然，这个系列该有的可动关节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。腰部旋转需要打开大裙甲，不过这一款明显感觉没有腿部的成员齿轮关节多，膝盖弯折差不多也在45度左右，并不能90度折平。脚踝因为造型所限也没有左右的接地了。整体来说吧，毕竟这2套产品的价格摆在这里啊，在人形和伪装形态的一些表现力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当然，你也不可能用动辄几百块的变形玩具的标准去衡量它了。我一开始还天真的以为这一套5个就能组合起来，但是我发现主体并没有头部以及大脚的时候，发现我还是天真了。这一套将来据说会是8成员的合体，那么也是期待后面产品所接下来的表现吧。